體驗 iPadOS 27一周之後，我發現它才是今年 OS 裡面最有潛力的更新。雖然看起來變化不大，但是幾個小更新卻讓 iPad 變得好用很多。放上鍵盤，開啟固定的視窗跟 App， 拿開鍵盤變成全螢幕的書寫模式，外接螢幕操作起來變得更像 MacBook。iPadOS 26跟 iPadOS 27，它們在 AirDrop 的傳輸速度到底提升了多少？我們還能從這一次 iPadOS 27的更新看出下半年可能要推出觸控版本 MacBook 的線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這一周使用下來10個最喜歡的更新。如果你想要看到整個完整 iOS 27更新的內容，請點擊右上角這一支 iOS 27的教學影片，我把50幾個更新的功能都整理出來。今天這支影片只會針對 iPad 獨有的更新來跟大家分享。在 iPadOS 27，現在我只要裝上鍵盤，就能自動跳出對應的視窗跟 App。重點是它不是只有打開 App 這麼簡單，它還能跳出對應的視窗位置。比如說，我要寫腳本的時候，自動跳出 YouTube 跟 Notion 的分割；早上9點開始工作的時候，開啟報價單跟 Gmail 的畫面。這個牽涉到2個捷徑的功能。第一個，在鍵盤已連接時，打開全新的 App， 我們點擊自動化就可以找到這個功能。第二個功能，打開 App， 相信這個功能大家應該已經很熟悉，但是現在打開 App 多了一個選單，你可以去選取視窗位置與大小，就包含了左側、右側、頂端、底部，然後一直到1/3這些功能，你全部都可以做設定。所以當我們新增這2個捷徑之後，選擇你每個 App 它要開在哪一些位置，但是這時候我們在執行捷徑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些視窗它只會獨立的開啟，它並不會並排3個視窗或2個視窗在同一個頁面。所以我們這時候呢，我們還需要再加入一個捷徑，叫做將多工處理模式設定為視窗 App。記得哦，一定要設定成視窗 App， 不能設成目前調度或是全螢幕，不然的話它就沒有辦法分割的顯示。如果你都不會操作這些捷徑也沒有關係，我們可以直接使用自然語言來建立這個捷徑。這也是全新 iPadOS 27的更新。大家聽到這邊一定會想問，那如果我們有蘋果原廠的巧控鍵盤，還能不能使用這個功能呢？別擔心。打開 App 的前面這個捷徑，你可以設定各種的自動化，比如說連接 AirPods 的時候，連接第三方藍牙產品的時候，特定的時間你都可以去開啟不同的 App。比如說，當我連上 AirPods 的時候，它就幫我開啟音樂跟我 Notion 的分割畫面，我就可以去選擇歌曲，並且開始辦公。在連接到我的鍵盤的時候，它就啟用了 YouTube 腳本跟 Notion 的螢幕分割。在我連接 Apple Pencil 的時候，它就自動幫我開啟 Good Notes。在我取消配對鍵盤的時候，它就幫我變成書寫模式，讓我可以直接進行手寫。講完前2個我最喜歡的捷徑自動化的功能，接着講到第3個全新的界面更新，叫做常駐選單列。這部分基本上就是跟 MacBook 的功能變得更加接近。首先，我們把 iPad 開啟多個視窗的時候，我們現在只要用手指、Apple Pencil 或是觸控筆點擊不同的視窗，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的地方，它就會跳出對應 App 的名稱。然後我們再點擊一下 App 名稱，它就會跳出選單列。現在各個 App 已經把選單列做得很完整。比如說，我們在 Good Notes 的選單列當中，就可以快速的去切換筆刷、調整字體、新增筆記本以及白板的錄音等。你就不需要在原生的 App 裡面自己去點擊那些功能在哪裡，有時候其實很難找。告訴大家，這個其實也是電腦跟行動裝置一直以來操作上面的差別。為什麼我們下載新的 App 之後會覺得不好上手？就是因為每個 App 它把功能的位置都做得不一樣嘛。蘋果他們統一做出上排的這個選單列，它就可以去統一這件事情。你看，它最上面就分成檔案、編輯、格式、顯示方式、工具、前往、視窗，所以這個是在不管任何 App 它的分類方式都是一樣的，我們就會比較好去找到對應的功能在哪裡。那除此之外，現在我們到設定當中，我們就可以去設定永久顯示選單列，這樣子操作起來就變得跟 MacBook 更加接近了。第4個我最喜歡的更新，來講到 iPhone App 的顯示。有一些 App 它的開發者只針對 iPhone 做設計，它其實沒有針對 iPad 做設計。我們在 iPad 開啟這些 App 的時候，它就沒有辦法自由的調整大小，甚至做螢幕分割，它的比例就永遠只能維持 iPhone 的樣子。現在這些 App 它們可以更自由的縮放、螢幕分割、目前調度等等的功能都可以支援。但是因為目前是 Beta 的第1個版本，所以比如說像是 Notion Calendar， 它只有支援 iPhone， 但是它目前的分割方式就還是沒有辦法像其他 App 來的這麼自
自由。然後從 iPhone App 顯示這件事情，我們又可以看出一些折疊機的端倪，因為折疊機未來它雙螢幕，兩邊的螢幕尺寸是不一樣的，所以它一定要支援這種不同比例的顯示。所以未來在 iOS 的開發上面，就不是只有固定手機這種16:9或是2:1的這種比例，一定會支援橫向的顯示跟直向的顯示。第五個最有感的提升，講到整體的運作更加的順暢。剛剛我們已經講到各種視窗的顯示，那還有一個很有感的體驗，就是 iPadOS 它現在不管是視窗的移動、大小縮放，都變得更加順暢。我現在使用60赫茲的 iPad Air， 它的順暢度已經非常接近 iPadOS 26的 iPad Pro。那除了操作流暢度之外，在 AirDrop 傳輸也提升了不少。我們一樣實測給大家看，告訴大家，我昨天測試起來突然發現一件超奇怪的事情。我發現 iOS 26傳給27的速度居然比 iOS 27傳給26來得快，所以我才突然意識到，對，我們這個測試要做4次。26傳給26，26傳給27，27傳給26，跟27傳給27，這樣子我們才可以知道它到底是接收速度變快，還是傳輸速度變快。所以我們今天再來做一次這個實驗：26到26，27到26，26到27，27到27，它的秒數分別是26、24、21跟22。所以傳輸速度最快的蠻令人意外，反而是 iOS 26傳給27。照理來說應該是27傳給27，但他們這邊就差了1秒多一點點，所以我覺得可以算在誤差範圍之內。第3名的話就是27傳給26，所以你的裝置是新的，傳給別人的裝置是舊的，速度也會有提升。但是相比於26傳給27的話，它來的沒有這麼快。那最慢的肯定就是兩個都是 iOS 26的裝置嘛，它互相傳輸速度一定是最慢的。第6個很有感的升級，我們講到外接螢幕的部分。以往我們 iPad 可以外接到大的顯示器上面，但是控制中心這些功能，我們就還是要把鼠標重回到 iPad 的下面的顯示的地方，再去開啟控制中心。但是我們現在直接在全螢幕的顯示上面，也可以去操作控制中心。除此之外，它現在整體操作起來变得更像電腦的感覺。我們打開 Safari 之後，我們就可以發現一個小彩蛋。現在 Safari 裡面最上面的分頁，它除了有最新的分頁標籤自動分類之外，現在每個標籤它也像是 MacBook 一樣，我們可以去預覽標籤裡面的內容。所以我現在整體使用起來，真的覺得搭配觸控板，再加上 iPad 跟外接顯示器，操作起來就非常像一台電腦一樣。而且它整個視窗的操作流暢度也變得很高，然後又支援了常駐選單列，使用起來體驗真的好很多。第7個，我們講到全新的 Siri AI 也帶來了全新手勢。這部分提醒大家一下，現在通知中心我們是要從左上到左1/2這邊才可以進行通知中心的滑動，以前是從中間滑下來都可以嘛。那我們在啟用 Siri 的部分的話，就是從左邊的1/2到中間，一直到右邊的1/2，我們這樣子去滑動，就可以看到一個很像水滴的感覺。我自己覺得也長得蠻像喉結的。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子左右的去滑動，去啟用你的 Siri AI。但告訴大家，雖然說我目前已經排隊到 Siri AI 了，但是它的搜尋優化還正在處理當中，所以我目前還是沒有辦法實際測試 Siri AI 的功能給大家。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Siri App 以及 Siri 整個 Beta 它的設定內容有哪些。第8個講到通用控制，大家應該知道通用控制的功能就是 iPad 跟 MacBook 它們可以共用顯示器，所以我現在就可以把 iPad 變成 MacBook 的外接螢幕。那在今年的通用控制裡面，我們發現現在用 Apple Pencil 的懸浮功能控制 MacBook 的視窗，它操作起來變得更加順暢，不管是視窗的放大、縮小、點擊，它都比前一代的 iPadOS 26優化了很多。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概念其實就是跟下半年可能要推出的螢幕可以觸控的 MacBook，它的概念非常接近，是 macOS 的顯示，但是可以用觸控的操作。第9個功能，我們來講到訊息畫圖的功能。這個功能我在前一支 iOS 27的影片介紹過。但是在 iPad 有了 Apple Pencil 之後，這個功能就好了很多。當我有一些臨時的想法或是描述，我就可以馬上畫出來傳訊息給對方。這個書寫功能體驗起來真的很好，就很像你在備忘錄裡面手寫畫圖一樣，不像是 LINE 的畫圖功能。如果你在 iPad 上面操作，其實沒有這麼直覺，沒有這麼好寫。但這個功能就是要看大家平常有沒有在用 iMessage 來決定。第10個我最喜歡的功能，就來講到更大尺寸的 widget。一樣，這個功能在 iOS 27有講過 ，iPhone 它可以支援到全尺寸、全螢幕尺寸的 widget，但是 iPad 它有支援大尺寸。
但它沒有到全螢幕，不然你支援全螢幕，它其實就跟開啟這個 App 沒有什麼差嘛。那像是行事曆 App，它就支援了大尺寸，所以你看我現在在左半邊就可以看到時間軸，右半邊又可以看到我接下來3天的行程，所以大的 widget 它對整體的顯示來說還是很有幫助，特別是如果你是使用13寸的 iPad Air 或是 iPad Pro 的話，使用起來的體驗也會好很多。那還有一些其他的小功能，我也快速的告訴大家。現在我們在編輯主畫面的時候，多了上一幕的功能，所以你如果更改這個東西，你要調回來很麻煩。比如說移動 App 位置等等的這些功能，你只要按上一步，它馬上就幫你恢復原狀。第二個小功能的話是 Apple News， 它現在在 iPad 裡面也支援了 Audio 的功能，這個原本是只有在 iPhone 有的功能，它現在也同時支援在 iPad 裡面了。第三個講 Visual Intelligence，Siri in Camera， 它在 iPhone 裡面有支援，但是在 iPad 裡面它卻沒有支援。照片裡面拍照起來馬上就可以支援 Visual Intelligence 的話，這邊有一個變通方法，就是你拍完照之後使用截圖，然後截圖之後你再使用 Ask Siri 的功能，你也可以達到同等的效果。好，所以以上就是關於今年 iPadOS 27 Beta 1的更新。那你最喜歡 iPadOS 27哪個功能呢？那你覺得它這樣子有變得更加接近電腦嗎？歡迎在留言底下告訴我。我們就下支 Siri AI 的影片見，大家再見。